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陡然提高，甚至变得有点炙手可热。除了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线上会谈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访印，紧接着欧盟委员会领导人以及欧洲7国外长也纷纷到访。分析认为，印度之所以成为西方国家的重点拉拢对象，是想引诱印度疏远俄罗斯，同时对印度开出高价，孤立中国。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印度不仅拒绝谴责莫斯科，无视西方制裁措施，还继续购买降价出售的俄罗斯石油。印度2022年头几个月的购买量几乎与2021年全年的购买量一样多。印度对莫斯科的特别军事行动始终保持沉默，这一点尤其与他所谓的西方盟友差异巨大。就在本月，印度还在联合国暂停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中弃权。新德里的做法令西方国家不满，白宫宣称对印度感到失望。然而几周后，西方突然改变态度。美国总统拜登本月11号在线上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大谈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关系和共同价值观。随后，两国国防和外交部长还在华盛顿举行2+2部长级对话。对美国来说，它就有它的这个欧洲的战略和这个印太战略之间的一个权衡，但是美国的这个整个战略重点呢，仍然是坚持在印太战略方向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不会因为俄罗斯的问题，这个导致它跟印度的关系呢这个破裂，或者说呢，它因为俄罗斯的因素呢对印度呢这个冷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包括美国的盟友啊，甚至整个这个美西方呢，都对印度在俄乌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呢，表示了这个一定意义上的宽容和所谓的理解。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飞抵德里与莫迪举行会晤，这次访问2度推迟，英媒报道称已经到了不能再推迟的地步。约翰逊曾保证在与莫迪会谈时敦促印方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两人虽然没有公开论及俄乌问题，但约翰逊这次访问一个潜在任务就是通过加强贸易伙伴关系，把印度进一步拉进西方阵营。约翰逊刚刚才访问完，欧委会领导人又来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他周一与莫迪举行了双边会谈，还会见印度总统科温德与外交部长苏杰生。据报道，乌克兰问题仍是冯德莱恩与莫迪会谈的关键议题。在随后印度外交部与印度智库合作举办的瑞辛纳对话上，冯德莱恩就呼吁印度支持世界各国因乌克兰危机实施的对俄制裁。印度快报还报道称，莫迪总理稍后还将于5月2号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然后前往哥本哈根会见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挪威的总理，并参加印度北欧峰会。俄乌问题预计也将是峰会的首要议题。观察指，美西方国家纷纷拉拢印度在俄罗斯问题上随同自己站队外，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此集团被视为是用来制衡中国的联盟，而美国一直是印度在抗衡中国的行动至关重要。因此，尽管对印度在俄乌冲突后的表现不满，但华盛顿对印度的语气明显比对中国的要缓和。美方不想因此破坏自己苦心经营的围堵中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印太战略的前景。因为印度跟中国有一系列的矛盾啊，所以呢，这是他们可以用的这个棋子，所以印度呢就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战略的棋子，所以各方呢现在就是来拉拢这个印度啊，所以现在就是印度为什么成为这么多人这个对他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长一点的来思考呢，也跟印度本身的这个影响力的增长是有关系。现在各个国家呢把这个战略资源啊投入到印度身上，我觉得也符合一定的这个预期啦。